豆包手机可以说是我今年玩過最具有未来感的产品，只需要一个指令就可以 get 到你的意思，并且跨应用执行你的操作，多平台比价下单。我想买一双阿迪的贝壳头，请在淘宝、京东和拼多多给我对比价，选一张价格最低的下单。我在深圳，想在过年前后去奥克兰，帮我看下从哪去，怎么去更划算。帮我通过一下这个测試。刚刚说的这一切都可以在后台运行，我可以继續刷微博、看視頻，甚至是不碰手機。這裡最大的區別就是豆包手機比起大家用的豆包 App 多了一個操作手機的標籤，這個功能目前也只能在豆包手機上面運行。而且我覺得豆包手機最離譜的地方就是，如果它遇到不理解的操作，它會學習。幫我在小紅書上找影視颶風的10篇點讚量超過1萬的筆記，統計封面上面的字，最後收集到飛書的表格裡面。這是一個複雜到連人類都要繞幾個彎的指令，理解我說的意思，分拆任務，嘗試找到解決方法，甚至還會到最多點讚的列表裡面去找。可是好像方向錯了，沒關係，這裡還有一個補充，在影視颶風的賬號裡面去找。這下對了，我們再從頭試一遍。哎，這回他直接就到賬號主頁裡面操作了，一教就會，比我聰明多了。理論上啊，是可以越用越聰明的。豆包加手機，這不就是下一個豆包 App 的事兒嗎？還真沒有那麼簡單。首先，一個 App 的權限就這麼多，全給出去了，能做到的也很有限。如果想要更強大的功能，那就得從底層開始設計。像榮耀的悠悠助手，很早就提出了手機自動駕駛。敬請大家喝清清茉莉啊，2000杯。用網易雲播放《瘋狂動物城2》的主題曲，點一杯生椰拿鐵，速度賊快，意外也做了相應的優化。但是遇到更個人的一些指令，比如說把相冊第一張圖片發微博並自行配文，給這一篇小紅書點個讚，他就做不到。可以理解為這還是在完成規則條件觸發，去掉照片上面的人。悠悠的發揮不太穩定，有時候會只把路人消除，甚至還有就是去沒去掉吧 ，easy。而豆包手機是真的能理解你要做什麼，它也不需要去調取 App 的接口，而是直接基於畫面識別內容，模擬人類點擊，不需要多的適配。這塊正在操作的屏幕，甚至都不需要被用戶看見，在後台也能執行。像是生圖相關的功能，本來豆包 App 就可以完成，只不過需要你自己傳圖片給豆包，然後輸入你的指令。現在可以用更加直接的方法調用了，只要在相冊裡面就可以直接說消除照片中的人，藍色衣服的除外。把圖片上的這兩個顯示器變成一個大的顯示器。只要是在你手機裡面的應用，都是它的可操作對象，這裡面就很有想象空間了。打開深藍、小米汽車和樂道的後備箱，這下真是車同軌，書同文了。我是秦始皇，比我50。而且除了這一些，還有一些全局的 AI 小功能特別的有意思。就比如說上面的這些動作可以改成條件觸發。可以設置時間，比如我想知道我今天又金融消費了多少，我就可以去設置一個每天下午4點，幫我去證券 App 裡面查一下我每天每隻股票虧了多少錢，並且分析原因。還可以是以地點為條件觸發，就比如說那天我在騎車，我就讓豆包提醒我回家之後給輪胎打氣。不過目前這個功能還不是特別穩定，一直調用定位信息也不完全合理。還有一個高優提醒，當有人給你發一條10萬火急的微信，這條通知就會給 AI 判定為高優通知，在彈出的時候會多一個高優通知的角標。你自己也可以去設置一下高優通知的邏輯，而且這個邏輯它不是一個死邏輯，是可以用自然語言去描述的。就比如說，如果有人在微信找我講關於頻道的消息，那就會給他標上一個高優。豆包手機本身也可以 AI 通話，幫你自己接騷擾電話。同時，如果是你自己的電話，它會錄音和總結，並且生成代辦。就比如我們小夥伴微信或者是飛書給我打個電話，他在電話中提醒我晚上要記得把 Xbox 的手柄帶給他，我就可以在總結這裡看到，並且這裡顯示已經生成了代辦，在日曆中就可以查看。主播目前會把騷擾電話的內容也記錄進來，還需要優化。
然而，這麼未來的技術上線，大家一定爭先恐後的學習追捧吧？現實並非如此。12月1日，豆包手機發售。12月2日，微信禁止豆包手機操作。12月5日，拼多多禁止豆包手機登錄。12月6日，淘寶、閒魚禁止豆包手機登錄，支付寶禁止豆包手機操作。12月7日，美團禁止豆包手機登錄。現在依然還在縮圈，你現在去看看豆包手機又有什麼軟件用不了了？可是为什麼這些大廠們不願意讓豆包接管呢？我自己買的手機，我自己下的 app， 給我節省時間、提供便利的技術。現在大廠們一句有風險，就堵住了所有的可能性。就好像我讓一個機器人下樓給我去買個腸粉，賣腸粉的直接跟他說走開走開，不賣給機器人，我只賣給人類，讓你主人自己來。天空是蔚藍色，窗外有千紙。與其說是風險，實則是動了太多人的蛋糕。假如我只是跟 AI 說，幫我買包這個紙巾，其中用什麼平台，選哪家店鋪，完全不再由消費者我來決定，而是直接交給了 AI。我甚至都不需要知道它中間選擇的過程和邏輯，只需要最後點個付款。這個看上去一單可能就幾塊錢，但是使用的人多到幾千萬，甚至是幾億呢。我認識一個做顯示器的老闆，他們自己的工廠、自己的產品，在淘寶做傳統電商，一年有接近30%的利潤，要給淘寶平台幾百萬做投放。假如是服裝這一類單品利潤相對比較高的行業，這個投流可能直接佔到銷售額的15%到30%。也就是說，100塊錢的衣服裡面有20塊錢都是給淘寶流量的，但是服飾這個品類投流費用可能就超過1000億。那我有時候甚至就在想了，是不是新發明應該垃圾一點，才能更輕鬆的活下去？汽車剛發明出來的時候，僅僅只有0.75馬力，還有一堆的機械故障，加油也不方便。而馬車呢，足足有1馬力，吃草就能跑，甚至還有車道保持。幾乎沒有人認為汽車能夠完全替代馬車。而今天各大廠商爭相反制豆包手機，恰恰說明了大廠也發現了這玩意兒是真能用，是真有威脅。豆包現在也在極力規避各種所謂的安全風險。在我拿到手機的第1天，我還可以把我的手機號告訴豆包手機，讓它自行登錄 app。現在已經會彈出涉及個人隱私無法操作的提示。大家會願意把自己的隱私交給 AI 來獲取便利嗎？對我來說啊，我感覺我的個人信息已經不知道被賣了幾百遍了。微信被廣告加一排，一天能接10來個騷擾電話，電話一打過來就問我，哎，張總要不要做我們的旺鋪鋪頭啊？好笑的是，大家天天都叫我切里切里的，問我張總的時候，我還以為他是不是打錯了。再比如，機器人能通過我是人類的驗證，怎麼說？圖灵測試的說是，我還真試了一下，文字識別、滑動拼圖、文字點選、圖標點選。結果上看，豆包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，大部分的問題它都能夠理解。不過壞消息是，這個功能也被豆包自我閹割了，現在會彈出人機驗證，必須由人類完成。豆包手機目前第一批產品並不打算直接面向廣大消費者，目前第一批只有3萬台。我從開售就一直當主力機用到今天，可以說是被制裁的親身體驗者。記得我第一天拿回這台手機的時候，還給我媽展示了一下這個手機的高科技。沒過2天，我媽試着把朋友微信發來的圖片拿去淘寶搜索下單，就發現微信不能操作，淘寶也不能登錄了。我媽還問我這些軟件怎麼這麼討厭呢？其實我是真心希望各家的 AI 能夠健康長遠的發展，希望利益不是阻擋科技進步的高牆吧。那最後我們再來聊一聊目前看到的可以改進的部分吧。其實豆包手機的长板已經非常突出了，小功能也有，但是目前這些小功能就像是一個獨立的程序，並沒有被一個中樞所連接。嗨，我是豆包。就比如啊，整個手機的核心 AI 入口是左邊的這個按鍵，但是我按這個鍵去問豆包，手機裡面的高優通知是什麼邏輯，它竟然去網上給我檢索什麼叫高優通知。規則判斷優先級，這是 AI 的一個經典問題啊，不知道自己的功能是什麼。AI 鍵可以自定義視頻通話、豆包相機，一個能夠實時交互，一個負責搜索整理。可這倆功能不應該放在一塊兒嗎？我面前的這一杯咖啡，給我來一杯同款，先識別到畫面中的咖啡是什麼，再去搜同款，然後外賣下單。這每一個子任務，豆包手機現在都能做到，可是連在一起就不行。豆包有一個全局記憶，但是這個記憶全局不了一點。在豆包的這個界面，操作手機回答問題都可以調用，但是假如不是這個 app 內，視頻通話、AI 通話就不能調用記憶。比如我沒有辦法告訴豆包，讓他接外賣電話的時候，只需要告訴他放在門口就好了。總的來說，不管後面會不會多少大廠版，之後會怎麼被削，至少現在豆包顛覆了我用手機的一個習慣。很多時候我根本都沒有在用手機，抬起說話放到一邊，甚至連 app 都很少點開。馬斯克前段時間還說啊，5年後
App 就不存在了。這才1個月沒到，我就已經感受到了，我們玩手機到底在玩什麼？自動化的遊戲，我們會失去遊戲的樂趣，就像聽歌只聽副歌，自動领取積分只会讓平台的积分数值膨脹，完全貶值。AI 手機注定会讓智能手機這個非常成熟的生態重新洗牌，而我們現在真的是一起在這裡見證歷史。OK，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了。如果這期視頻還有點意思的話，記得給我點讚、30關注哦，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